看到叶晨打来的电话，海伦娜所有的疲倦瞬间烟消云散。她双手捧着手机，欢天喜地地对老女皇说道：“奶奶，叶先生打电话来了，我去接一下。”说罢，也不等老女皇反应，便立刻起身回了自己的房间。老女皇看着她的背影，无奈地轻叹一声，转而看向窗外，低声沉吟。现如今皇室地位已是君主立宪以来的最高峰，可是皇室的人丁也是君主立宪以来的最低谷。难道真应了东方那句古话，此消彼长吗？说到这，老人脸上的皱纹似乎都变得更深了几分。片刻之后，海伦娜开心地跑出来，对老女皇说：“奶奶，叶先生要来北欧了。”是吗？老女皇有些惊喜地问。叶先生什么时候来？要来做什么？海伦娜说：“叶先生燕京时间的明天，也就是北欧时间的今天夜里就要过来。他这次还是要去极地的度假屋，说是要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。”老女皇心中感到惊奇，疑惑地说：“叶先生平日这么忙，怎么又要去极地？该不会还是带着上次那个小姑娘吧？莫非那个小姑娘是他的小情人？”“怎么会呢？”海伦娜不假思索地说：“叶先生根本不是那样的人，更何况也看得出来，他和那个小姑娘看起来就不可能是那种关系。”老女皇笑了笑，说：“我倒希望他是那样的人，这样的话，就算是雨露均沾，也该有你的一份。”海伦娜无奈地摇摇头，道：“奶奶，先不跟你聊了，叶先生那边需要4个合法身份，还有许多日用品，我得去安排一下。”4个？老女皇惊讶地问。另外3个该不会都是女的吧？海伦娜点点头，道：“确实都是女的。”这老女皇也有些惊讶，不解地说：“这是什么情况？叶先生带着3个女人到极地度假来了？”海伦娜说：“没有你想的那么不堪。叶先生说是要在极地闭关。”闭关？老女皇忍不住问：“闭关是什么意思？”海伦娜说：“就是把自己封闭起来，专心研究某件事情吧。”老女皇讪笑道：“那还用说了，肯定是把自己封闭起来，和3个女人研究一些少儿不宜的事情。”海伦娜摇头说：“不可能，叶先生不是那样的人。奶奶你先休息，我去安排一下。”对叶晨的人品，海伦娜自然是非常信任的。她知道自己多次主动都没能让叶晨动心，由此可见叶晨肯定不是那种不三不四的人。虽然这次他带了3个女人一起过来，但海伦娜也相信叶晨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。金陵时间的翌日清晨，一架隶属于北欧航空的货运飞机平安降落在金陵机场。这架飞机虽然隶属北欧航空公司，但执行的却是北欧皇室的委托任务。明面上，这架飞机承担的是贵重货物运输的任务，但实际上则是要将叶晨、林婉儿、云如歌以及宋如玉4人接往北欧。叶晨让洪武从香榭丽温泉酒店开了一辆不起眼的商务车，与云如歌、宋如玉一起乘车离开香榭丽，直奔金陵机场。林婉儿没让叶晨到紫金山庄接自己，而是让秋英山的佣人驱车直接将他送到机场。林婉儿觉得香榭丽温泉与机场都在郊区，直线距离并不远，若是返回市区的紫金山庄接林婉儿，一来一回反倒额外耗时许多。有孙之栋帮忙打招呼，机场方面早已经大开绿灯。叶晨和林婉儿乘坐的2辆车在进入金陵机场时，都没有通过安检与海关，也并没有留下任何官方记录。在机场最远的远机位上，一架波音747静静地矗立在黑暗之中。这架波音747飞机登记注册虽然是客机，但飞机的2层部分并没有被设计成货舱，而是专门预留了一个能容纳20人乘坐的高标准客舱。飞机此次没有配备服务机组，除了2组飞行员之外，客舱服务人员全是皇室的管家和佣人。飞行员甚至没有机会见到这次乘坐自己直飞航班的乘客。飞机的驾驶舱已经在内部用不透光的遮光帘遮挡严实，里面有皇室的工作人员监督，所有机组成员都必须留在驾驶室内，
不得离开，也不得向外观察。叶晨与林婉儿的车前后抵达，他从副驾下车之后，后排的云如歌和宋如玉也从车里走了下来。紧接着，林婉儿的车便到了，邱英山夫妇二人也陪着林婉儿一起来到机场。一下车，两人便恭敬地跟在林婉儿身后来到叶晨面前。云如歌再见林婉儿，面色尊重地躬身说道：“又见面了，林小姐。”林婉儿微微笑笑，欠身还礼，随后看向她身边的宋如玉，笑着说：“这位就是宋姑娘吧？”宋如玉看着林婉儿，整个人已经有些愣神。她的家族本来就是吴家的附属品，所以知道一些破青会的高级机密。她从小就知道，破青会找一个叫林婉儿的女孩，找了几百年也没找到，感觉这个林婉儿就像一个传奇一般，如雷贯耳，让她一直以为会是一位十分了得的奇女子。可她怎么都没想到，真正见到林婉儿，对方竟然是一个如此年轻，甚至看起来都没有成年的小姑娘。绝美的面庞带着十足的稚嫩，看起来就像个小姑娘。她强压下心底的震惊，恭敬地说：“林不，林前辈您好，久闻您的大名，今日终于有机会一睹您的庐山真面目了。”林婉儿捂嘴一笑，说：“宋姑娘不用这么客气，叫我小婉就好。”皇室的管家见过并且认识叶晨，一开始见叶晨身边带了3个风格迥异的绝色美女，心里还在揣测叶晨与几人的关系，可是怎么看也看不出个1、2、3了。于是待几人寒暄之后，便走上前来，恭敬不已地说道：“叶先生您好，女皇陛下命在下前来华夏接您和3位贵客前往北欧。今日客舱内所有服务人员全都由皇室的工作人员组成，我们会从金陵直飞奥苏城，抵达奥苏城后，车队会直接护送您4位前往极地。女皇陛下届时会在极地的度假别墅恭候您的大驾。”叶晨好奇地问：“海伦娜已经去极地了，她最近不忙吗？”管家恭敬地说：“回叶先生，女皇陛下刚好也要休息一段时间，刚好您几位要去极地，她的意思是，如果您不介意，她可以给您几位当向导。”叶晨一下有些诧异，没想到海伦娜也要去极地。不过叶晨倒是没有太介意，因为最早海伦娜就在叶灵山见识过自己的手段，自己在她面前也并没有太多秘密。既然她要留在极地，那便随她好了，毕竟她才是真正的东道主。于是她微笑着对那管家说：“那这一路就辛苦诸位了。”管家谦卑地说：“叶先生您客气了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您看咱们是不是现在登机？”叶晨点点头，与邱英山夫妇打过招呼道了别，又向洪武挥了挥手，随即对那管家说道：“走吧。”